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真的让我太感动了。主角小婷是清华大学的博士，现在已经30岁了，属于是高知女性中的天花板了。但是呢，她的身世真的让人唏嘘不已。小婷是湖南农村的孩子，从小生活就很不容易。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在县城做小生意，看到很多人做生意发财了，就想着扩大经营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不但没发财，反而欠了一屁股债。他妈妈受不了这样的生活，在小婷10岁那年就改嫁了，只留下父女俩相依为命。那时候小婷爸爸为了还债，只能去做快递员。要知道20年前的快递行业可没现在这么规范，每天起早贪黑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一个月也就挣2-3千块钱。但是小婷爸爸从来没有放弃过，他知道只有让女儿好好读书才能改变命运。小婷从小就懂事，看着爸爸这么辛苦，他发誓一定要用功读书。果然这个姑娘争气啊，从小学到高中，次次都是班上第1名。高考的时候更是了不得，考上了清华大学。那个时候他爸爸高兴的那个样子，整个人都傻了，在街坊邻居面前可把腰杆子挺直了。读完本科后，小婷又考上了清华的直博，现在已经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博士了。可以说她用自己的努力完全改变了命运。但是人生总是这样，事业上再成功，感情的事情也不是能说解决就解决的。小婷这些年忙着读书搞科研，根本没时间谈恋爱。现在30岁了，眼看着同学朋友一个个都结婚生子了，她的婚姻大事却还是一片空白。别看她是高材生，在感情这件事上却和普通女孩子一样害羞。这不，前几个月她托我帮她介绍对象。老实说，像小婷这样的条件，在大陆找对象应该不难啊。长得清秀，身材苗条，学历高，性格温柔，但是介绍了好几个都不太合适。要么觉得她学历太高，自己压力太大，要么就是想找个贤妻良母型的，觉得她太独立。还有的一听说她家庭条件不好，就打退堂鼓了。这些人真是太势利了。正好呢，我有个台湾的姐妹也开了一家婚介所。她跟我说，台湾那边的男生特别喜欢大陆的女生，尤其是对学历高的特别欣赏。我一听，这不就是给小婷量身定做的机会吗？我把这个想法跟小婷说了，没想到她居然一口就答应了。她说，丽姐，我在网上看过很多台湾的综艺节目，感觉台湾男生特别温柔体贴，说话也好听，我也想去试试看。但是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她爸爸的时候，可把老人家吓坏了。什么？要去台湾相亲？那么远，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？小婷爸爸坚决反对。其实我很理解小婷爸爸的担心，毕竟从小就是他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，现在说要去那么远的地方相亲，换谁都会担心。但是小婷这次也是铁了心要去，她跟爸爸讲，爸，您放心，我这次过去是通过正规婚介所介绍的，而且丽姐的台湾姐妹会全程陪同，不会有事的。小婷还特意做了很多功课，给爸爸看台湾的社会治安情况，还有那边的生活水平。最后老人家终于勉强同意了，临走前他还特意给女儿塞了1万块钱，虽然爸爸没什么钱，但是这些你拿着，万一用得着。这一幕真的让我看得眼眶都湿了。就这样，小婷踏上了去台湾相亲的旅程。我那个台湾姐妹可真是用心了，给小婷安排了好几场相亲。第一个男生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人长得斯斯文文的，看到小婷的履历表就特别惊喜，哇，清华博士耶，好厉害。谁知道这个男生一开口就把小婷给逗笑了。学姐好，我看你的论文发表数量好多哦，不知道学姐喜不喜欢吃卤肉饭？我知道一家超好吃的，那个软软的台湾腔让小婷觉得特别亲切。相亲过程中，小婷发现台湾的男生真的和大陆不太一样，虽然可能赚的钱没有北上广深的男生多，但是特别会照顾人，说话也特别温柔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完全不在意小婷的家庭背景，反而很欣赏她的努力和上进心。第二个男生是个高中老师，见面的时候还特意带了一盒凤梨酥给小婷，听说你们大陆女生都很喜欢这个。
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。吃饭的时候看到小婷脸上有饭粒，还很自然地递上纸巾，这样擦比较方便啦。这些小细节都让小婷觉得特别温暖。第三个男生更是让小婷印象深刻。他是一家医院的医生，人长得帅气，谈吐也很优雅。一听说小婷的身世，立刻表示很佩服，能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下考上清华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觉得像你这样独立又坚强的女生特别让人敬佩。这完全颠覆了小婷以前的相亲经历啊！在大陆相亲的时候，一说自己是单亲家庭，对方马上就露出为难的表情；说自己爸爸是快递员，对方更是连饭都不想吃完就走了。但是在台湾，这些男生居然都觉得他的经历很了不起，而且台湾的生活节奏也没有北京那么快。虽然房子小了点，但是生活 quality 却出奇的高。街道很干净，人们说话都很有礼貌，就连便利店的店员都会笑着说欢迎光临，谢谢惠顾。小婷一边相亲，一边感受着台湾的生活，突然觉得以前自己可能真的被骗了。她一直以为嫁人就要找个有钱人，找个家境好的，这样才能过上好日子。可是在台湾这几天，她发现美好的生活不一定要跟物质挂钩。最让她感动的是，那些台湾男生都会很自然地表达关心，等一下要不要去买个雨伞？这边路不太好走，你小心一点。晚上回去要记得传讯息给我，让我知道你平安到家。这些温柔的小细节，让从小缺少关爱的小婷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人温柔对待的感觉。在台湾的这段日子，小婷每天都会跟爸爸视频通话。一开始爸爸还是很担心，每次都问东问西，有人欺负你没有？住的地方安全吗？钱够用吗？但是看到女儿一天比一天开心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，老人家的心也渐渐放下来了。特别是有一次，那个医生男生正好路过小婷住的地方，特意送了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给她，刚好被视频那头的爸爸看到了。这个举动可把老人家感动坏了。这个年轻人不错啊，知道体贴人。说到这个医生，那可真是让小婷春心萌动啊。他叫阿伟，是台北一家大医院的骨科医生，人长得斯斯文文的，戴着眼镜，笑起来特别温暖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对小婷的经历特别感同身受。原来阿伟的爸爸也是从基层做起的，当过卡车司机，后来辛苦供他读书，所以他特别能理解小婷和他爸爸的不容易。你爸爸真的很伟大，一个人把你抚养长大，还供你读到博士。阿伟这句话说的小婷眼眶都红了，两个人的共同话题特别多。阿伟也喜欢看书，平时工作之余还会去医院图书馆看医学期刊。小婷就跟他分享自己做人工智能研究的经历，阿伟听得特别认真，还会问一些专业问题。有一次吃饭，阿伟突然说，其实我觉得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特别有应用前景，像是辅助诊断系统什么的。这句话可把小婷给点着了，两个人聊得特别投机，饭都凉了都没发现。阿伟还特意带小婷去他工作的医院参观，路上遇到的护士和病人都跟他打招呼，阿伟医师好，谢谢阿伟医师。小婷看得出来他在医院人缘特别好。最让他感动的是，阿伟对每个病人都特别耐心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还会逗老人家开心。这天晚上，阿伟送小婷回住处的路上，突然说了一句，其实我觉得你很像我妈妈年轻的时候，都是那种特别坚强又独立的女生。小婷心里一暖，这话说到她心坎里去了。第二天，阿伟特意请了半天假，带小婷去了淡水老街。两个人一边吃着阿给，一边看着夕阳。阿伟轻轻地说，如果你愿意留在台湾的话，我想认真的追求你。这句话把小婷给说懵了。虽然她也很喜欢阿伟，但是要定居台湾这个决定可不是小事啊。她还有在清华的研究工作，还有爸爸要照顾。看到小婷犹豫的样子，阿伟赶紧说，你不用现在就答复我，可以好好想想。最重要的是你开心。回到住处后，小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她掏出手机，打开了跟闺蜜的聊天界面。她的闺蜜在北京某互联网大厂工作，每天加班到半夜，虽然工资很高，但是整个人都被掏空了，真羡慕你在台湾的生活。闺蜜在微信里说，大陆这边相亲市场太浮躁了，男生就知道问你有没有房，家里有没有矿，
哪像你遇到的这个医生这么会照顾人。是啊，这段时间的台湾相亲经历真的刷新了小婷的世界观。以前在北京相亲的时候，男方总是很功利地打听她的收入、房子、家庭背景。相亲像是在谈一场交易，冰冷又现实，但是在台湾感觉完全不一样。特别是阿伟从来不问这些问题，他更关心的是小婷喜欢吃什么，对未来有什么规划，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话题总是聊不完。从医学发展到人工智能，从社会现象到人生理想，无所不谈。有一天，阿伟说要带小婷去见他的父母，这可把小婷给吓了一跳，会不会太快了？阿伟笑着说，他们知道你的事情后，一直吵着要见你呢。我妈说，像你这么优秀又坚强的女孩子，她很想认识。见家长那天，阿伟妈妈特意煮了一大桌子菜。看到小婷的第一眼，阿伟妈妈就红了眼眶。孩子，你真的很了不起。然后拉着小婷的手说，以后要是决定留在台湾，就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。阿伟爸爸也是个很朴实的人，听说小婷爸爸是快递员，立刻感同身受。我以前开卡车的时候也是起早贪黑，特别辛苦，但是为了孩子，再苦也值得。吃完饭，阿伟妈妈硬是塞给小婷一个红包，这是见面礼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小婷推辞不过，打开一看，居然是新台币3万块。阿伟妈妈说，你爸爸把你教育得这么好，我们做父母的看了都很感动。回去的路上，小婷心里暖暖的。这种被长辈疼爱的感觉，她已经很多年没有体会过了。自从妈妈改嫁后，她就再也没有感受过来自母亲的关爱。当天晚上，小婷又跟爸爸视频。这一次，她鼓起勇气说，爸，如果我真的决定留在台湾的话，您会同意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，最后爸爸叹了口气说，女儿啊，爸爸这辈子就你这么一个牵挂。说实话，让你远嫁台湾，我心里真的很不舍。但是看你这段时间这么开心，爸爸也就放心了。而且那个阿伟还有他的父母对你都这么好。爸爸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是看人还是很准的，他们是真心对你好。说到动情处，父女俩都哭了。挂了电话，小婷看着窗外台北的夜景，心里做出了决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她就给阿伟发了信息，我愿意留在台湾和你一起生活。阿伟特别激动，立刻请了假，带着小婷去了阳明山。在山顶的樱花树下，阿伟单膝下跪，掏出一枚戒指，我知道这一切来得有点快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一刻，小婷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她想起这些年在北京打拼的日子，想起爸爸微信里那句只要你开心就好，想起阿伟父母温暖的笑容，她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愿意，小婷含着眼泪点头答应了。阿伟激动地把戒指戴在她手上，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她。樱花纷纷扬扬地落在两人身上，见证着这甜蜜的一刻。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可把我给高兴坏了。这可是我和台湾姐妹第一次跨海合作，就促成了这么完美的一对。阿伟和小婷的事迹在我们婚介所传为佳话，也让更多单身男女看到了幸福的希望。但是接下来可有得忙了。两岸的婚姻手续特别复杂，光是各种证明文件就要准备好几份。阿伟特意请了1周假，陪着小婷去办各种手续。婚前体检、文件公证、面谈，每一个环节他都陪在小婷身边。最让小婷感动的是，阿伟已经开始学习煮湖南菜了。虽然第一次做的剁椒鱼头辣得他直冒汗，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学。以后你想家的时候，我给你煮家乡菜吃。在台湾这边，阿伟早就物色好了新房。虽然只是一个80平米的小套房，但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阿伟妈妈还特意请了风水师看过，说这房子坐北朝南，采光好，住起来特别舒服。小婷爸爸知道女儿要结婚的消息后，特意把这些年省下的20万块钱全都取出来，说是要给女儿当嫁妆。这可把小婷给心疼坏了，她知道这是爸爸这些年送快递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血汗钱。但是阿伟坚持要亲自去湖南，接小婷爸爸来台北参加婚礼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婷，以后您也要经常来台北住，这里也是您的家。阿伟这番话说得小婷爸爸老泪纵横。
婚礼定在了阳明山脚下的一家餐厅，就在阿伟求婚的地方。现场布置得很温馨，粉色的樱花和白色的纱幔交相辉映。小婷穿着白色婚纱，挽着爸爸的手臂缓缓走来的时候，在场的人都被感动得落泪了。婚礼上，小婷爸爸特意准备了一段视频，记录了女儿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。看着视频里那个努力读书、坚强生活的小女孩，现在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大家都特别感动。现在的小婷已经在台北定居下来了，她在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了工作，负责人工智能医疗项目的开发。阿伟在医院里也是越来越受患者欢迎，两个人的生活甜甜蜜蜜的。每天早上，阿伟都会给小婷准备爱心早餐。晚上下班后，两个人会一起去夜市散步，或者在家里追剧。虽然生活简单，但是充满了温暖和幸福。这不，前2天小婷还给我发信息说她怀孕了，阿伟高兴地在医院请所有同事吃饭。阿伟妈妈更是每天变着花样给小婷煲汤，就怕她营养不够。小婷说她现在特别庆幸当初来台湾相亲的决定，在这里她不仅找到了真爱，更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。虽然工资可能比不上在北京的时候高，但是生活质量却好了很多。最重要的是，她每天都很快乐。各位宝子们，听到这里，你们是不是也被这个故事感动到了呢？其实爱情和幸福不一定要用房子和存款来衡量，遇到一个懂你、尊重你、愿意陪你一起成长的人，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觉得精彩，别忘了给丽姐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哦。